那个纯粹是心血来潮，因为本来当时我们想说，那个民乐那一趴可以再改一首吧，然后就想说 Heria 那个歌挺适合改成民乐的，民族乐器和西方乐器相融合嘛。因为之前我们其实 Heria 改过一版纯民乐的版本，然后觉得可以再改一个东西方结合的一个版本，然后改了一个版本之后，我听我觉得，如果在和弦不变的情况下，其实它的改动从听感上来说不太容易能够去跟之前的民乐版相区分，尤其是我们在那一首歌里面有个固定2个乐器，而主要就展现这2个乐器，一个是古筝，一个就是那个竖琴。因为西方竖琴音色上来听的话，当古筝跟竖琴同时出现的情况，古筝很容易把竖琴的声音给盖下去。所以从听感上来说，如果我和弦不变的话，你可能听感上还是会听得像古筝。后来这个版本唱过2次，彩排的过程当中听了就觉得还是没有把这个东西方给，让我觉得那既然这样的话，就只能动它的和弦了。动和弦的话，就意味着一首歌，你知道要把和弦给改了，其实相当于是大改嘛，基本上全都改了。对，但也是心血来潮啊，就是在彩排的时候就随便用钢琴试了几个和声，就是和弦，试了几个和弦，然后觉得这个走向挺不错的，然后就跟郑楠我们对了一对，就很快这个就定完了。因为这个东西只要大框架一弄完，定死了，编曲就可以定了。主要是框架有点复杂，再就是要定好和弦，因为和弦能决定这个歌的韵味，所以相当于我把调式给改了，改成了一个西方调式。这样的话，这个版本再一听，你可能从一个前奏，你可能就能听出来，我就一定是改动了，因为它的听感上已经变成不是中国风的音乐了。这样的话就很适合竖琴了，就相当于我可以把竖琴这个乐器给它凸显出来。Heria 其实也是改过好多个版本，因为它的旋律线比较简单，所以它能改动的空间就比较大。对，旋律基础，和弦就不基础。写这首歌的时候，其实最早我就觉得这个歌很中国风嘛，因为它是哆来咪嗦拉哆拉嗦咪来哆拉哆5声嘛，就你怎么听都很像是5声的那个感觉，所以我觉得其实挺适合这个中国风的。所以中国风的话，就会想到有一个最标志性的乐器之王，就是唢呐。对，因为最后一段那个说唱，它其实是要情绪是起来的。这首歌它有3段说唱，前2段的说唱其实是比较安静的，所以最后一段说唱它是非常炸裂的。那炸裂的话，其实就很适合唢呐出场了，因为唢呐的声音它比较尖锐，分贝也比较高，所以它就很适合放在一些非常炸的一些音乐里面。所以你有时候听到一些，比如说听到一些 BGM， 就是唢呐一出来的时候，你就会觉得燃起来了，它就会有这种感觉。然后所以最后一段说唱就本来就是很燃的说唱，然后那个时候就很适合放唢呐进去。对，其实我对民族音乐的最比较细分的概念是从上大学之后，在小时候读书的时候，其实大部分学的还是基本的知识。那上大学的时候，音乐学院是会分很多系嘛，就是比如说什么钢琴系啊，然后管弦系啊，它是属于西方类乐器的，然后民乐系是属于单独一个系的一个院系，然后它里面就是包含了所有的民族乐器。因为那个时候我玩乐队就天天泡在那个琴房里面，我们琴房大楼好像是最高那几层全部都是管弦和民乐，然后还有电声的，所以我们其实会经常串门，就是那种，或者在一个走道上就能听到，只要有一个唢呐，他只要今天来琴房练了，这3层楼吧，基本上很排练就很吃力了。对，这个是会对我来说更加直接的能够这几年里面短时间接触到了很多的乐器的音色，然后并且对他们有一个很真实的实感。初高中的时候，其实你不可能能随时听到这么多的乐器，对，只是在那个听歌的时候能听到，但单独这个乐器出来，然后你又现实中能听到，其实挺少的。再加上学习音乐的时候，就是会对每一个音乐类型的风格会做一个非常细分的一个东西，比如摇滚乐呀，
民族音乐，然后乡村音乐，然后爵士、布鲁斯，然后 R&B， 就是这些，会有一个专门的一个要有细分的这个风格，因为你这个其实对作曲是有帮助的。就是如果当你了解了每一个风格之后，然后你才知道如何去做一个创新。所以我当时的感受就是，就像我自己在做音乐的时候，我脑子里面确实会过很多的风格出现，但是我会思考，就是比如说这个风格和那个风格能不能融合在一起。所以如果单独做民乐的话，我的第一想法就是不会把民乐做成就是一听就是很民乐的那个感觉。对，因为毕竟时代的变化嘛，每一个时代都是一定是建立在前人的那个走过的路上，然后去积累前人的经验来去做一个新的创新啊，来去相融合。对，我是这种感觉。我也一直在这样做这个事情，就这样今年演唱会就是东西方这样。降临跟神树其实有点像道家思想。降临跟神树这两个歌是一个是毁灭，一个是重生。神树就是毁灭，它讲的就是世界末日，一棵巨大的树毁灭掉了整个文明，有点像是地球的那个末日的感觉。当时我说的主题是环保，是因为说如果你要破坏这个世界，不断的去破坏掉它的话，那地球就会启动一个防护机制。这个防御机制启动的时候，就是会长出一棵巨大的树，树根从地里冒出来之后，楼房全部都塌了，然后人类是没有居住环境了，对，然后就是会引发什么海啸啊、地震啊，然后其实会让生命去灭亡，对，就是说人类在发展的过程当中会不断的去破坏嘛。因为你在破坏的过程当中，其实破坏的不是地球，破坏的是自己。因为地球不会毁灭的。我还查过，全世界把所有的核武器同时一个时间丢出来去炸地球，都抵不过当年恐龙灭绝的那一颗小行星撞地球。那颗行星好像没多大，一个省还是差不多那么大的一颗行星，我忘了具体的数值了，但没多大。然后它撞了地球之后，整个地球的所有的恐龙就灭绝了，就生命灭绝了。也就是说，人类其实毁不了地球的，地球永远都在，你能毁灭的只有人类自己的文明。然后当破坏完之后，生命没了嘛，那地球又要重新启动了，因为地球还在啊。过了若干年之后，然后呢，这个时候就降临就出来了，新的枝芽长出来，然后新的生命又出来了，就是进化出来。这样是讲一个毁灭与重生，但是重生完之后，新的枝芽长出来之后，新的生命诞生完之后，新的矛盾又出现了，然后呢，又会在矛盾里面不断的开始去发展，发展到最后，它又会变成了神树。道家那个太极八卦图，就是那个图，你有一个白的一大块白，它一定有一个黑点嘛，一大块黑一定有个白点，就是说它永远不可能是非黑即白的这种。对，学习一些没用的知识点是吧？就像我喝这个茶一样，它总让我想起了曾经的过去。在我穿着拖鞋的时候，还不知道生命该如何去向哪里。海水的味道是咸的，你知道吗？不知道。我也不知道，就像我不知道太阳在天上是一样的。月亮有时候也会伴随着太阳一起升起。可是我们不知道生命终究要去到哪里。就像这一杯茶，我喝起来是甜的，但实际上它是苦的。我的味觉让我想起了我的胃永远在我的肚子里，梦到什么说什么。我最近特别喜欢这样说话。我跟我朋友说的时候，当朋友开始认真在听的时候，好像听着听着发现不对了。哥们儿，你梦到哪里说哪里是吧？笑死我了。但你们知道天使其实长得很恐怖吗？我好像看到啊。最权威的天使是长得是最吓人的，因为天使是用来吓恶魔的，长得好看的人都是恶魔。恶魔是需要蛊惑人心的，他是需要控制人类，然后来去迷惑人类，让人类混沌，然后甚至去破坏这个世界。
而天使是长得非常恐怖的，尤其是什么炽天使啊，那些天使，哇，这长得很像，因为他们的出现是为了吓恶魔的。最早的时候，亚当是第一个人类嘛，上帝创造了亚当，对不对？夏娃不是亚当第一个老婆，好像叫丽丝，哎，丽丝，对，亚当其实第一个老婆是跟他是一样的，他们一起生活在伊甸园，可能亚当跟他吵架了或者怎么样，我不知道，我忘了。然后我忘了，丽丝就跑去那个到跟那个谁跑了，反正跑到地狱去了。他是跟路西法跑了吧？啊？神话八卦故事，这叫神话野史，是不是没听过？再讲一些你们没听过的，你们听过的都没意思啊。亚当的其实第一个老婆是莉丝，莉丝后来她去到好像是地狱吧，然后她去跟恶魔跑了，就说白了，莉丝就变坏了，变成了一个坏人。然后呢，这个亚当就一个人了呀，一个人他就很无聊很孤单，然后他就很寂寞，他就跟上帝说，那个什么，我老婆跑了，你得给我再找个老婆。然后呢，上帝就用他的肋骨做了一个人出来，然后这个人就是夏娃。那亚当跟夏娃为什么被逐出伊甸园？是因为他们偷吃了禁果。那这个禁果是谁骗他们偷吃的呢？是一条蛇。也有些说法说是人首蛇身的一个蛇骗他们，让他们偷吃了禁果，所以亚当跟夏娃就被贬入到了凡间，然后从此他们就成了地球上的什么所谓的第一对人类，就是我们人类的祖先吧，就是这样说。但是圣经不是最早的神话。好，我认真讲了。现在开始这个主题正式开始。我的神话故事是不是讲得很有意思？纯属虚构啊，纯属虚构，这是我自己整理的，因为我发现这是巧合点。